深圳過來，廣州蝦都可以。點幾鐘喺花都出發過嚟？特登趕過嚟嘅。半夜睡不着，想念這一口味啊！凌晨4點半，老闆娘吳少兵準時嚟到，一開閘就開始搶凳仔啦。一開門就全部坐滿晒，跟住就自己擔嗰3張推出嚟，坐埋喺前面，100幾個人喺度等緊咯，就係全部企晒喺度等。第一時間揾唔到位嗰啲，就要自己執生揾位開餐。我就是很好奇，到底是什麼樣的排骨會讓這麼多人這個時候過來吃？香迷糊了，就本來很困來，就吃一口之後就立馬醒了的那種。咁吸引嘅排骨飯，2個鐘頭之前就要開始準備。店主兼大廚梁勇生凌晨2點就返到鋪頭。1點嚟鐘、2點鐘都係。首先第一樣就返咗鋪頭煲湯啊、煲粥啊、煲飯啊。而家就過緊中山嗰邊老鋪。大概係30分鐘左右啊。周1到周5係300零斤、400斤，如果周6日呢，或甚至500斤。揾到好嘅原材料係梁勇生整好排骨飯嘅第一秘訣。太瘦或者太細啲就揀翻出嚟。重點係冇氣味。第二個就夠肥，因為太瘦嘅排骨蒸出嚟係冇咁香味。本身我哋屋企做咗幾十年燒豬，我20幾歲就跟住老豆坑屠場啊、坑豬場啊，咁樣熟悉啲環境啦嘛。估唔到佢同爸爸學嘅揀豬技能，為佢同太太接過外父外母嘅排骨飯店打落咗基礎。返到鋪頭，梁勇生即刻斬排骨，洗乾淨之後放各種調料醃製，鋪碟落鑊。太太吳少兵好似風車咁轉到冇停，招呼客人、點菜落單、通知廚房，通通都少唔到佢。10年嚟，佢一直都係過住咁樣日夜顛倒嘅生活。以前跟住老豆做一樣係一直感覺，老豆、老母、我細佬2點鐘必須到位。咁啦係嘛，3支。當帶住炭火氣嘅肉香從廚房轟轟烈烈咁殺出嚟，第一鑊排骨就出爐啦。碟兩邊帶住焦痕嘅排骨，熱辣辣、滋滋響，帶啲脆殼，用筷子頭輕輕篤落去，會感覺到一種微妙嘅破碎感。但中間嘅排骨都仲係多汁嘅狀態。呢度嘅蒸排骨確實有啲唔同，有一點點炭香，然後肉很嫩，然後也很入味，有一種那種烤肉的味道，就跟之前吃的任何排骨都不一樣。將排骨蒸到烤肉嘅口感，其實係20幾年前吳少兵嘅爸爸鑽研出嚟嘅。只不過估唔到，當年凌晨2點營業，為開早工嘅街坊提供粥粉麵飯嘅老鋪，而家成為咗後生仔半夜打卡嘅網紅店。當第一縷陽光照入店鋪，通宵覓食嘅後生仔逐漸散去，各式各樣嘅食客蜂擁而至，將拼台食出咗酒席嘅感覺。因為都係大台，覺得呢間嘢咧就好接地氣，即係各個階層都係可以接受，而且咧真係好食。我們四川人吃辣的，但是吃到這個就是把我的口味就是重新第2個故鄉，非常滿意。揾杯咩？老派嘅四川人食早餐會中意飲2盅，喺順德阿伯阿叔食排骨飯都中意飲翻杯米酒。10多20年啦，嗰啲食，我嘅老闆好關照我嚟嘅。好少呢個講佢贊助，乾蒸同濕蒸係唔同㗎，個味道肯定香啲，你呢係絕對就係。支撐佢哋成為擁躉嘅唔單止係情感，仲有20幾年嚟都冇變過嘅美味。
揀中珠以上肉厚帶脂肪嘅排骨，剁成小塊，放花生油、鹽、糖、豉油嚟撈勻。我哋主要靠新鮮食材，簡單調味。我哋鋪頭調味料同一個家庭可以揾到噶啦。蒸排骨係廣東人餐台上嘅常客，梁勇生另辟蹊徑，選擇咗乾蒸。好低水落去㗎，我哋嘅特色就係乾逼，啲鑊會好快爛，至多係燒1個月左右就要換噶啦。唔放一滴水，直接喺鐵鑊裏面乾蒸，原理同烤箱類似。呢個時候，高溫下嘅排骨釋放油脂，包裹表面，鎖住肉汁。嗰陣肉香就好似經過濃縮，香到有啲過分。一般餐廳少見嘅鹹魚蒸排骨喺呢度都係人氣配搭。鹹魚嘅鹹鮮味俾排骨吸收，鹹魚就俾排骨嘅肉汁同油脂滲透，肉好細嫩，鹹魚好鹹，但係香。呢種乾蒸嘅方法，尤其最啱係油脂偏多嘅豬腸，咬一啖油潤爽香。細嘅大概12-13分鐘，中大碟等15至20分鐘到咯。就基本上就可以睇到啲煙就知道熟唔熟，基本上冇停嘅啫噃。282、283、284。兩夫婦每日高強度工作超過14個鐘頭，梁勇生從190斤嘅大肥佬變成咗唔到160斤嘅大隻佬。就到中午，鋪頭迎嚟咗又一個高峰，唔少兵嗌到聲都沙埋。我4點半一直做，我嘅精神狀態去到10點鐘嘅時候，我個人已經好疲倦，有陣時已經攰到唔想出聲，自己真係好差。每一日我同自己講，一定要今日繼續要進步，今日繼續要進步，努力進步。辛苦咗大半世，本來要退休嘅媽媽，而家都喺人流高峰期返到鋪頭幫手。雖然話辛苦，但回憶起兩夫婦呢幾年嘅奮鬥，都仲係好甜蜜嘅。我哋鋪頭要品質好，必須要有咁嘅人才喺度。本身佢又捱開嘢，又識揀排骨，樣樣兼得。我睇住佢啲豬百幾斤咁樣，一手抽起身，擠落去，咁一就，哇，勁啊！我老婆係成間鋪頭嘅精神支柱，冇咗佢呢，就係冇個精神支柱。可以將父母嘅店守得住，仲可以受到咁嘅追捧，兩夫婦心懷感激。我覺得我哋唔係成功，呢個係一個生存嘅技能嚟嘅啫。據我啲熟客嘅口中得知，呢2-3年開過好多間類似我哋呢種咁樣嘅乾蒸排骨飯，都幾叻嘅真係。有陣時呢一刻覺得，將平平無奇嘅家常菜做成難以複製嘅美味，呢個係順德人對食材嘅深刻理解。6月，湛江雷州嘅梁恩穎開始採購今年最後一批魚苗。冇框。第一的話，看它有沒有畸形，有沒有病害。如果表皮光鮮亮麗，然後看起來的比較飽滿的魚的話，是比較正常的魚。金槍魚一般分為春季魚、冬季魚。春天投放嘅魚苗，6個月之後就可以收穫，而呢一批夏天嘅魚苗要度過冬天。關係到來年嘅收成，梁恩穎必須要千挑萬選。今天大概拿30多萬一條，這個金槍魚。這種魚的話，就比較標準的魚，比較結實，形狀比較漂亮。這種魚的話就不是很好的魚，這畸形了，我們到時候賣的話也賣不好價格，這個魚就基本不要了。
魚苗嬌貴，梁恩榮一刻都唔敢停，揸緊時間趕去碼頭。先生陳錦文同工人已經喺度等緊，將魚苗裝船駛向大海。湛江三面環海，全國每3條金槍魚就有1條嚟自湛江，被稱為中國金槍魚之都。喺湛江2萬幾平方公里嘅海域上，一個個巨大嘅甜甜圈星羅棋布，海洋牧場喺萬頃碧波之上徐徐鋪展。7米深嘅網箱為魚群提供充足嘅活動空間，養殖出嚟嘅金槍魚有住原生態嘅野，魚肉緊實，鮮嫩爽滑。但係保持金槍魚野生嘅風味同鮮味，就必須要承擔高投入、高風險嘅壓力。單係每年頻頻來襲嘅颱風，就已經嚇退咗唔少養殖戶。那幾年的話，我們那個魚都已經跌過成本價了。剛開始做那幾年都虧了很多錢嘛。我身邊的朋友都說，哎，最好不用養，壓力要大。深海養殖唔係簡單嘅投餵。金槍魚屬於熱帶魚，對水溫非常敏感，每日都要做健康檢查。擴大養殖之後，先生陳錦文基本上就住咗喺海度，58個網箱，一個網箱8萬幾條金槍魚，去睇魚苗生長，觀測水溫，排除病害，投餵飼料，補網換網，甚至仲要防止偷渡，每日都有忙唔完嘅嘢。我也知道他很不容易，風吹日曬的也比較辛苦，所以我為了分擔他更多一點，盡量多做一點。煩惱的事情讓我多溝通一點，體力的活的話讓他多做一點，互相分工。風浪越大，魚越貴。捱過咗夏日嘅狂風暴雨，經歷咗6個幾月嘅辛勞，陳錦文迎嚟咗豐收嘅秋季。一早，陳錦文就指揮工人收緊魚網。一拉一扯，平靜嘅水面躁動咗起身，扎扎跳嘅金槍魚浮出水面。捕撈船上面嘅起重機拉起網兜，大家齊心協力，金槍魚一兜一兜咁撈咗入船艙。喂，羅海條做咩要對稿啊？那個船的話，大概20分鐘就到。因為3船，每個船大概的話就21000到22000這樣子。我們這個區域的魚會比其他區域的魚會夠2毛到5毛錢1斤。現在是1斤08的話，大概就是16塊錢左右。賣咗嘅金槍魚要趁先送到市場。以前想食金槍魚，全靠漁民出海捕撈。而家日漸成熟嘅養殖技術，成功將價格打咗落嚟。金槍魚以物美價廉，喺常見嘅海魚品種中已經出圈啦。最可以顯示出金槍魚鮮味嘅做法係香煎，鑊熱倒油，等油熱之後放金槍魚入去，耐心等魚煎到一面定型。再輕輕咁翻身，呢個時候係最考驗廚師功夫啊！出鑊嗰陣，金槍魚唔單止魚皮冇破損，仲要魚身完整啱啱熟。焦香嘅魚皮底下係帶住汁水嘅魚肉，鮮而唔腥。如果要再先上一層樓，咁就要向傳統粵菜取下經啦。先幫金槍魚敷一層豬油面膜，再點綴湛江本地特有嘅紅橙果皮，最後加多塊火腿，大火蒸8分鐘。明明係清清爽爽嘅一塊魚肉，但係就食出咗豐腴滋潤嘅感覺。新鮮嘅金槍魚食唔晒點辦？喺當地仲有一種特殊嘅保存法，淡曬金槍魚。
切魚係個技術工作，沿住魚頭切落去，每切一刀就翻過背面再切一刀。翻切力度要控制好，唔可以切斷魚皮。這個魚很好吃，我們海邊家家戶戶都會做這個。曬金槍魚乾關鍵係粗鹽嘅用量，粗鹽令到魚肉迅速脫水，同時濃縮具有鮮味成分嘅氨基酸。原本係昔日漁民應對時間同氣候嘅權宜之計，無意中承傳咗鮮美嘅味道。醃製保鮮，時間要啱啱好。40分鐘之後，洗乾淨金槍魚表面嘅粗鹽，晾曬前嘅準備工作先算係完成。冬天曬魚的話，比夏天更好吃，因為我們冬天的話有太陽曬，我們海面的一個紫色，還有我們的北風吹。太陽曬的話，香味更濃一點，超級喜歡吃，不是一般喜歡。公園早上都會吃一條金槍魚。同一般嘅曬鹹魚乾唔同，湛江嘅淡曬金槍魚既唔能夠太鹹，亦都唔能夠太乾。曬到6成乾左右吧，魚的肉質比較結實，如果曬得太乾的話，又不好吃。驕陽底下，魚肉微微收縮，魚油若隱若現，魚肉仲保留住一定水分同柔軟，靠近一聞，係柔和嘅鮮香味，帶住海風同陽光嘅氣息。今日陳錦文同漁民兄弟返到岸上嚟，梁恩榮準備整多幾個餸嚟到慰勞大家。啱啱曬好嘅魚乾煎到兩面焦香，攞出嚟，再將五花肉爆到捲起身出油，加入魚乾炆煮，等到魚乾吸飽晒花肉嘅油脂，鹹香撲鼻。至於啱啱撈上嚟嘅金槍魚就冇咁複雜啦，簡簡單單鹽焗就夠。等收都收唔埋嘅鮮香氣串起身，就將魚挖出嚟。呢個時候嘅魚肉白嫩可愛，筷子自自然然就會夾過去。金槍魚滾湯就更加簡單，將魚同新鮮海蝦倒入滾水度，足夠新鮮嘅食材自帶調味加持，啲啲腥氣都冇。鮮呢個字聽起身虛，嚟到舌尖係實嘅。佢係食材本身自帶嘅風味，係自然給予嘅天賦，亦係人力嘅結晶。生於海邊嘅老廣，早就習慣咗從波濤中闖出一條大道，唔單止係為咗追鮮尋味，亦係為咗追逐更好嘅未來。萬物皆可酸。呢個係廣西人對酸嘅特別偏愛。廣西人嘅早晨從一碗粉開始，粉皮切條，將炸菠肉、炸牛巴、涼拌黃瓜加入去，滷水提香，但絕對唔可以少到呢一殼醋汁。酸粉嘅靈魂係醋汁。呢個係老祖宗早就定落嚟嘅規矩。南寧夜市煙火氣好夠，一條街融匯五湖四海，但人流最多嘅攤位係主打素菜嘅。一家家色彩斑斕嘅果蔬攤就咁樣活潑咁從燒烤煙氣中跳出嚟。3-5個人圍住一袋好似調咗色嘅果蔬，食得沉醉，食得入魂，食得享受。芫茜、食鹽、辣椒、秘製椒鹽、紅糖醬，充分攪勻之後倒入塑料袋。呢個係廣西人開胃醒腦神器，幾十蚊一大袋，既照顧咗銀包，又呵護咗身材。
喺塑料袋裏面佔據 C 位嘅係芒果花，青芒果改刀，灑滿秘製椒鹽，酸辣爽脆，一啖落去好似當頭一棒，成個人精神晒。靚女辣椒水、辣椒粉。按照老廣嘅白話發音，呢一種美食嘅正式名稱叫酸野，唔使多講，你都明啦。好，多謝啊。好。呢家喺南寧一中邊開咗30年嘅酸野店，操盤手係老闆娘玲姐，手店小二係都哥。從流動攤檔到3家門店，玲姐同都哥青春不再，但成為咗一屆屆畢業生嘅回憶背景。下講啊，當時呢個筆錢你創嚟喎，30年啦，一中嘅學生一批一批咁奔條車，你諗下，幾十屆人啦喎，有啲嫁得幾遠，上海、北京到親戚嘅都一定要翻嚟。你穿個面啊，冇啱食啊，佢就同我哋訂啊，3個人要11蚊銀。酸野必須要用當季嘅水果製作，呢個係南寧人嘅國民零食。用未完全成熟嘅果蔬作為原料，新鮮水果，酸甜適口，現切現賣。蔬菜要用酸水醃製24個鐘，配埋秘製蘸料直接食用。1000個南寧人就有1000種蘸料，歌聲係酸野打敗工業化零食嘅驕傲。傳統啲嘅椰菜、蓮藕、蘿蔔、木瓜，但係咧現在咧越嚟越多啦，都豆啊、豆角啊啲咁都係傳統做落嚟嘅。阿玲啊，你加啲菠蘿啊，青瓜咪有啦，啲果啊都加啲落啊，好。要粉都要水。玲姐嘅酸野自有屬於玲姐嘅個性，亦有不離不棄嘅粉絲，未開店就已經喺度等緊啦。賣到凌晨2點，顧客依然絡繹不絕。秘訣係3個字：鮮、酸、爽。喺個佛山學過，大冇教齊，翻嚟我就自己模仿啦，我就自己整啊。傳統啲又酸酸甜甜，比較適合大眾化啲。春夏係專屬於酸野嘅季節，一般嘅新鮮水果切塊直接售賣，但梨果嘅處理就好考究功夫。玲姐揀雲南嘅珍珠梨，大大粒，脆甜冇酸味，加鹽撈勻去除澀味，然後按比例將糖、黃皮醬、酸梅醬、辣椒醬、辣椒粉倒入去，攪到勻先至可以售賣。玲姐嘅酸水調配睇落好簡單，喺清水中加入糖、鹽、醋，攪勻就可以。但大道至簡，佢有自己嘅底氣。全部都係自己做，辣椒醬咩我都係自己做，好多人冇調得出啦。我就咁講出嚟，佢都冇調得出啊。木瓜削成薄片，加鹽嚟撈勻。擺30分鐘之後，水分釋出，肉質變得柔軟，但依然保持住爽脆嘅口感。洗走鹽分，放入酸水裏邊浸4個鐘頭，風味最佳。酸野好食嘅秘密，在於通過發酵產生嘅酸性物質，調動食慾神經，所以令人胃口大開，欲罷不能。但玲姐先唔會糾結呢啲高深嘅生物化學理論。佢最中意逛嘅地方係廣西最大嘅菜籃子基地。喺綜合批發市場裏面挑挑揀揀，就可以買到5湖4海最當季嘅果蔬。就攞啲木瓜，攞啲木瓜，攞啲梨果，好賣啊！攞啲蘿蔔啊，去翻好啊！有乜靚記啊？我哋今日啊，今日緊到啊！幫我要16件啊嘛，打包嚟等我哋咁3輪車佬嚟拉啦。玲姐整酸野得一個信念，就係要成為江湖嘅傳說，必須把控原材料。店裏面每種食材原產地都係經過佢無數次篩選。有人話唔使出國，喺玲姐間鋪頭，你就可以感受晒成個東南亞。芒果，越南咪有，泰國又有，羊肚咧係福建啊好食，巴樂就係福建啊好食，啊啲係鳳梨。台灣出嘅30年啦，每日去市場入貨，玲姐已經成為咗老行尊。
酸嘢唔係啲咩大菜，酸嘢店都唔係咩大生意，就係一家人嘅生計溫飽。喺簡陋塑料袋裏邊嗰一汪水當中，酸味上頭嘅嗰一刻，甜都會滲出嚟。呢個就係南寧人嘅日子，新鮮冇刻意裝飾嘅真實嘅日子。兩廣地區處理酸花樣繁多，秘方各異。只要係潮濕炎熱嘅地方，都有唔外傳嘅獨家秘籍。距離南寧700公里外嘅廣東韶關，將酸做成咗大菜鵝粗缽，食過嘅人都用2個字評價：難忘。呢味大菜嘅酸嚟自酸橋頭。韶關新豐獨有嘅呢一味餸有400年歷史，被評為非物質文化遺產。而家大菜走落神壇，成為普通人隨時都可以享用嘅招牌菜。嘗到了這個本地的特色，酸酸甜甜，很爽口，很好吃。朱強明從懂事開始就跟住爸爸做鵝粗缽，係第5代傳承人。恪守傳統，先至可以炮製出正宗嘅鵝粗缽。鵝必須係自己養咗130日9斤重嘅本地火鵝。呢個時候嘅鵝啱啱褪去絨毛，肉質軟嫩，帶有彈性。將成隻火鵝放入爐灶，用柴火蒸40分鐘。唔斬件係為咗防止肉質變柴。鵝粗缽最關鍵嘅一步就係製作鵝血醬，用蒸鵝釋出嘅肉汁作為醬底，加入黃冰糖、酸橋頭水、酸橋頭、鹽、糖，炭火慢慢熬煮。以酸為主，4份酸，3份甜，3份鹹。炭火慢熬湯汁嘅同時，攞新鮮嘅鵝血同酸橋頭水按比例攪勻，倒入湯裏邊再攪拌，以防止鵝血凝結成塊。等醬汁黐住筷子頭，鵝血醬就可以同蒸到8成熟嘅斬件火鵝會師啦。食新豐鵝粗缽一定要趁熱，最好邊煮邊食。馥郁醇厚嘅酸甜香氣，一揭蓋，半條街都聞到。鵝血醬嘅酸甜味係深沉悠長嘅，將鵝肉襯托到越發緊緻香滑。血醬正係鵝粗缽嘅靈魂。血醬嘅極致滋味嚟自於酸。當地嘅酸橋頭只用食鹽、炒米水2種配料醃製，酸度喺檸檬汁之上，銳利刺激。老闆，辛苦你啦！看嘗一下你的，嘗一下那個味道。品相還行，不過酸。可以加一點米水，濃一點的。你不要加醋哦。不加，從來沒有買過醋。一天做的酸，很酸的多的。黃水灣住喺30公里外嘅姚田鎮，橋頭係佢生活嘅全部。今日要收200斤橋頭，黃水灣將女同隔離屋都叫晒過嚟幫手。呢個係今年最後一批橋頭。今年冇缺人家咋？可以啦，像這樣的都可以啦。那個苗黃的、掐了、軟的就可以收的。不修的話，它會長出嫩苗來的。哇，好多啊！你看，看看有多少？好產啊！我數一下，看有多少？15束，30個。去苗之後嘅橋頭必須要喺當日處理完，將橋頭拉去河邊清洗，去除污泥。晾乾表面水分之後，搬返屋企深加工。揀大隻飽滿嘅橋頭，剝老皮，修剪頭尾。個豆就係咁自己，不過就唔係長出嘅。加入適量嘅食鹽，去除辛辣，醃製3日先至可以放入缸裏面。
3日前醃製嘅橋頭，今日可以入缸啦。黃水灣帶住個女做酸水。酸水嘅原料得一種，就係本地種嘅大米。柴火細火慢慢炒，炒到出香味，好考驗耐性。炒黃啲，慢慢炒，唔好咁太薄。啲燒肉睇叫人拌啲。見到跟住點啊？忙得。唔驚黃啊？唔驚。大火煲滾水，將炒米放入去熬煮。要咁濃味啦。米水濾出嚟，放涼嚟備用。4乾水嘅，乾涼水，來送一缸啊。得呀，講好啊。橋頭依次入缸，塞滿之後，再將炒米水倒入去。炒米水又沾過面啦。最後冚蓋，米水封壇，等4個月。喺4個月裏面，米水開始慢慢發酵，橋頭辣味減少，酸味增加。120日之後，晶瑩剔透嘅酸橋頭就食得啦。今年橋頭豐收，黃水灣準備晚黑整大餐慰勞大家。老人啲菜好賣吧？過年嘅時候比較好賣啊，因為過年我拉去煮酸甜糕啊。鵝醋缽製作確實複雜，黃水灣自有料理酸嘅簡便心法。鵝肉扁炒，高溫逼油脂出嚟，起鑊前加適量嘅酸橋頭，酸甜鵝就搞掂啦。酸同樣係老廣料理下水嘅秘密武器。熱油爆炒青椒，倒酸橋頭入去扁炒，起鑊備用。豬大腸單獨高溫爆炒之後，加蠔油調味，最終同青椒酸橋頭混合就可以出鑊。酸令豬下水有咗清新嘅口感。喺客家人嘅後廚房，酸係送飯嘅代表，豐收嘅標識，家嘅溫度。阿仔撈得個邊啊？好爽。一爽一脆。從化學成分講，酸係嚟自於氫離子嘅刺激。對於黃水灣嚟講，呢個就係佢謀生嘅手藝。家鄉物產孕育出嘅酸，構築起咗新豐人嘅生活同享受。陽朔以千姿百態嘅喀斯特地貌聞名於世，喺形狀奇特嘅楓林中收埋住一種美味。蜂蜜係珍貴嘅甜味來源，曾經因為稀少，只能夠作為生活嘅點綴。追尋甜要付出苦，引蜂追蜂呢個刻喺基因裏面嘅傳統手法，係養蜂人朱志強嘅必備技能。水往那邊去了，拿開。哦，那塊石頭邊。哦。那度水蠻高啲咧。是啊，就在那開。追尋野蜂靠嘅係眼力同聽力，冇任何標記物。蜜蜂嘅飛行路線係唯一嘅指向標。這裡有蜜蜂飛啊！這裡，首先。好多蜜蜂飛哦，你們先上課啊！朱志強一路追蹤，跟甩咗幾次目標，喺懸崖峭壁攀爬咗將近3個鐘頭，最終仲係俾佢揾到咗野蜂竇。果然有一窩喎，蠻大啊！這窩，好大的蜜蜂聲音，嗡嗡嘅。蜜好食，蜂難惹。面對間屋俾人強拆，野蜂開始反抗啊！哦，這個眼睛給追了，這個蜜蜂太兇了。攞一半留一半，蜜蜂先至可以捱得過冬。
朱志強要獲得穩定持續嘅蜂蜜，必須要喺人同自然嘅平衡中揾到辦法。這個成果還是不錯的，留一點，留一點。自己搞到的蜂蜜吃起來就是甜。翻養蜂場，朱志強攞住野生蜂巢做起咗手工。得了，可以了。就這樣放着給它自己築巢了，我們就不管了。那麼這個蜜的品質呢，和野生蜜蜂釀的蜜呢是一樣的品質的。全程唔干預，放養式養殖，野生蜂好快就喺山窿安咗家。要忍住採蜜賺錢嘅衝動，耐心咁等候，放置1年先至開箱檢查。有點重，要慢點。這個野生來的蜜蜂啊，急不得。啊，這箱蜜蜂來了1年多，繁殖的還可以，蠻大一箱的，可能有10來斤吧，大概。天然嘅成熟蜜，顏色好似流金，濃度閃閃發亮。蜂巢裏邊仲帶有少少花粉，香甜可口，風味獨特，口感同味道都同野生蜜極為相似。甜。朱志強自細跟住爸爸學習養蜂，周圍追花樣蜜。每年9到10月，一種長條狀嘅白色細花係佢最中意嘅蜜源。九龍藤係一種中藥材，花朵流蜜量大，釀出嚟嘅蜂蜜清甜中帶有淡淡嘅苦味。蜜蜂以蜂巢為圓心，周圍3公里都係佢哋採蜜嘅範圍。為咗解渴同稀釋濃密食用，佢哋仲要採水，所以冇污染嘅環境、豐富嘅蜜源、充足嘅水源，缺一不可。今年這個九龍藤開得比較多，應該是一個豐收的年產。仿野生蜜同九龍藤蜂蜜嘅熱銷，令朱志強睇到咗商機。佢貸咗200幾萬，投入全部積蓄，將蜂場擴大到140幾畝。但係呢一個舉動受到咗爸爸嘅強烈反對。投資大，負擔大，效益一下子看不到啊！所以你說好幾百萬，我們貸款的時候2家房屋我都壓在那個信用線。從現在來說，還是技術支持的。爸爸嘅擔心，朱志強心裏邊明白，佢只能夠加倍努力，令屋企人放心。為咗提高蜂蜜波味度，朱志強將蜂王韞起身，唔俾佢產卵，工蜂可以專心採蜜，唔使採水餵幼蟲，可以降低巢房嘅含水量，搖出濃度高、質量好嘅自然成熟蜜。今日朱志強諗住將放咗2年嘅老巢皮攞出嚟搖蜜，呢一刻佢等咗好耐啦。哦，蠻重咯。現在慢慢啦。可以。蜂蜜大豐收，晚黑搖架餐，自己釀嘅蜜係必不可少嘅黃金配角。芋頭扣肉係粵菜經典，水裏面加花椒、八角增香去腥，將五花肉成塊煮熟，再撈起。現在給它扎皮，抹點蜂蜜，為了給它鬆皮。蜂蜜係朱志強順手拈來嘅甜味劑，搽咗蜂蜜嘅五花肉落油鑊炸，肉皮起泡，呈現誘人嘅焦黃色，攞出嚟切片。一塊芋頭，一塊肉。
淋埋鹽、老抽、腐乳汁，仲有蜂蜜混合調製嘅鹹甜醬汁，先至係地道嘅桂式風味。上鑊蒸40分鐘，反扣就可以上台啦。五花肉鬆軟鹹香，肥而不膩；芋頭酥粉軟糯，一夾就斷。肉汁同蜜香都俾佢吸晒入體內，綿滑到令人覺得咁都幾好啊！蜂蜜烤鵝就係朱自強浪跡山野自己琢磨出嚟嘅蜂蜜大菜，揀5公斤左右嘅大鵝，用鹽、蔥、薑片、白酒做全身按摩，確保每個部位都要搽得均勻。最後加點醬油，讓它更入味，顏色也更好看。現在可以上架了，半個小時。醃製之後嘅大鵝成隻攤開，綁喺烤架上，用鐵線固定，喺炭火上面翻轉燒烤。火焰收斂咗鵝肉嘅水分，鵝皮收縮，需要及時再塗食用油，防止燒燶。它是需要火候的，烤3個小時是最合適的，低溫慢慢烤。大鵝烤到7成熟，朱自強嘅秘方登場啦，就係九龍藤蜂蜜。蜂蜜可以減緩鵝肉油脂同水分嘅外溢，更加可以令到烤鵝擁有金紅色嘅靚皮同焦糖嘅甜香。但係一定要克制，如果唔係會搶咗鵝肉嘅本味。表皮焦香彈牙，肉質鮮嫩多汁。烤過嘅蜂蜜散發出田野嘅清香，呢個係屬於養蜂人嘅饕餮時光。我要吃飯，吃飯。哦，還好。哇，你吃飯吃飯啊！你跟奶奶吃飯的呀。喺人哋眼中淡茂茂嘅日子裏邊，食多2啖甜，朱自強已經好滿足。呢個係佢為生活加嘅蜜，同自己打嘅氣。